父亲走后第6天，我拿着死亡证明来领取丧葬补助和抚恤金。系统显示在世，本人来刷脸。我把证明推过去，他根本不看。规定就是规定。行，你说的。社保大厅的冷气直吹后颈，我抱着文件袋坐到3号窗口前，袋子里塞着死亡证明、火化证明、户口本、继承公证、单位报停回执，还有父亲那张社保卡。办理什么？我把资料摊开，丧葬补助和抚恤金账户结算，这是我爸李桂山。他这才抬眼，我看到他的胸牌上写着周娟，他的眉毛画得僵硬，口红涂得很深，语气比表情更硬。你爸本人呢？我停顿了半秒，我爸去世了。去世就去世。他把资料翻了2下，随手往外一推。系统没销户，显示在世，本人来刷脸，刷过才给办。我把死亡证明重新推过去，上面写着时间，盖着章，昨天刚火化的。别跟我讲这个，机器认脸不认纸，规定就是规定。人都没了，怎么刷？他把椅子往后一靠，拿起指甲剪开始剪指甲。那就等系统更新，3个月、半年都有可能。你要着急，回去想办法把人带来。带来？你听不懂，下一个。父亲走的那天是凌晨4点，病房的灯没关，护士推着小车进来，先摸了摸他的手腕，再把被子往上拉了拉。我站在床尾，手里攥着他的社保卡，卡面磨得发灰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哭，先去缴费窗口把最后一张押金收据拿回来。收据上金额不大，可一格一格盖满了章，密密麻麻的。我把收据夹进文件袋，心里只有一件事，这些钱不能再丢一遍。殡仪馆的车来的时候，楼道里有人在吃泡面，味道冲得人发晕。工作人员让我在单子上签字，我签完字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，笔尖把纸都划破了。我把那张破纸也带着，塞进了袋底。想起周娟说规定就是规定的时候，我就想起这张破纸。人都走了，还要被要求一遍遍签字。小姑娘人家刚办完丧事，你一句话就打发了。你替他刷啊，别插嘴。你要是懂规定，你来坐这儿。大叔被噎得脸发红，小声嘟囔了一句：早晚出事。我没有吵架，手指在文件袋上捏出了一道折痕。袋子里还有父亲生前的小账本，直角被他翻得发亮，上面写着每月交社保别断。我把账本压回袋子里，拉好拉链。行，本人来刷脸，你等着。别来这套，你带来我也不给你插队。我不插队，我按号来。我起身走到大厅的宣传栏旁，拨通了父亲单位人事科的电话。王姐，我在社保中心，窗口说系统显示我爸在世，必须本人刷脸才能办业务。王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随后骂了一句：哪家窗口？名字报我。我们上周刚给他报停社保。周娟，3号窗口。行，你别走，我把报停回执、死亡申报截图都发给你，你先别跟他吵，注意留好证据。挂了电话，我又给殡仪馆的老孙打了过去。老孙，告别厅那套遗像台子，你们有移动的吗？你要干啥？配合业务，对方说要本人刷脸。这帮人真敢说。我把手机塞回口袋，回头看向3号窗口。周娟已经把我当成了空气，正跟隔壁窗口的同事闲聊着团购口红的事。王姐发来的回执很快就到了，上面的红章清晰可见，死亡退费申报已受理，日期比今天还早2天。我拿着截图重新取了号。轮到我办理时，周娟正拿着小镜子补口红。这是单位报停回执，你看。我不看手机，我们只认系统。那你帮我查一下报停状态。查不了，系统就这样，你别在这耗着。我把手机收了回来。那你给我出具一张书面说明，写清楚死亡证明不认，必须刷脸，盖上你们窗口的章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还要说明？下一个。我没有动。你刚才说回去想办法把人带来，你再说一遍，我录下来。周娟脸上的笑容僵硬了半秒。你录啊，你爱怎么录怎么录，规定就是规定。他说完，低头开始打字。从屏幕的反光里，我看到他悄悄把一张小纸条往外推了推，纸条边角露出2个字：加急。这是什么？周娟眼神闪烁了一下。没什么，你要是真着急，外面有人能帮你走流程。谁？
他没有回答，只是抬了抬下巴，往大厅角落示意。那里站着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，手里拎着个公文包，目光一直往窗口这边扫。我把纸条拿了起来，看到纸条背面写着一个微信号和一句话：加急一天到。这是你们的流程。你别乱说，你要不要办？不办就走。我把纸条拍了照，发给了王姐，又发给了刘叔。父亲生前的邻居，退役老兵，现在做法律援助工作。我退到大厅角落，拨打了12333。您好，请描述您的问题。死亡证明齐全，窗口却要求死者本人刷脸才能办理丧葬补助，还推介加急代办服务。客服停顿了1秒。请问您所在中心名称、窗口号、工作人员姓名？我一字一句地报完了信息。我为您生成工单，编号是7个工作日内给您回复，您也可以现场找负责人反映。7个工作日，我把火化都办完了。我们会转派处理。电话挂断后，这时刘叔的语音消息发了进来。别指望热线救急，热线只是留痕，真正要快，得当场把他们架住。你让我找黄牛。你别血口喷人，下一位。我退后一步，没有走，站到了一旁，点开了那个微信号，发了一条消息：社保刷脸，加急怎么弄？对方秒回了消息：材料齐吗？不齐也能弄，5000起，今天下午就能刷过去。你别跟窗口瞎闹，他们就等你急。5000给谁？别问那么细，你给我，我给里面，想要快就别讲理。我退出了聊天界面，顺手把对话做了云端备份，手机又震了一下。刘叔回复了我：别删记录，明早我跟你一起去社保大厅。晚上回家，屋里还是那股白花味。客厅角落放着父亲的骨灰盒，红布盖着，旁边是他生前用的保温杯和旧手机。我把资料摊在茶几上，王姐发来的回执、黄牛的聊天截图、周娟那张加急纸条一起摆开。刘叔到得很快，军绿色棉服没拉链，进门先看了看骨灰盒，再看向我手里的截图。他敢给黄牛牵线，这不是业务问题，这是吃人。他一句话把我撵走，转头就推加急代办。刘叔拿起那张纸条闻了闻，发出一声冷笑：办公室打印纸，窗口常用的那种。他怕你闹大，故意给你留个退路，顺便捞钱。我把录音打开给他听，周娟那句机器认脸不认纸，回去想办法把人带来，清晰地传了出来。明天别吵别骂，沉住气，你就按他的话办，把他逼到台面上。怎么逼？刘叔看向墙上父亲的遗像。他要本人刷脸，你就把本人带去，别带棺材，别哭闹，就摆个遗像台，现场有监控，有路人，有证据，他赖不掉。我低头看着父亲的照片，那是他去办退休时拍的证件照，头发梳得整齐，笑容规规矩矩的。还得有缓冲镜头，别让人说你搞封建迷信。你买2瓶矿泉水，2包纸巾，到现场发给围观的人，让他们自然站到你这边。我点了点头，拿起车钥匙出门了。便利店的灯白的刺眼，我买了2包纸巾、4瓶水、1卷黑胶带、2节电池，还买了个小音箱。回到家，我刚把袋子放下，亲戚群里就弹出了几十条消息：你别折腾了，钱又跑不了，拖就拖着。你要是闹出事，丢人的是咱们全家。你要真急着办，就找人代办算了，5000块钱不多，比你天天跑断腿划算。我把语音外放，刘叔听完，狠狠把烟头碾碎在烟灰缸里。他们嘴上说怕丢人，心里其实是嫌你麻烦。你爸躺在医院催押金的时候，他们一个都不来帮忙。谁让你们替我算成本？你们要是愿意出这5000块，我今天就收。群里一下就安静了，没人再发言。过了一会儿，二姨又发了条消息：你别说气话，我们也是为你好。为我好就别劝我掏钱妥协。明天你们要是想看热闹，就来社保大厅站着，别站太远。发完消息，我把纸巾塞进口袋，手指不小心碰到了父亲的旧手机。他以前总怕我忘记交社保，微信里存着一堆别断脚的语音。我点开一条，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响了起来：小俊别省那点社保钱，断了以后麻烦多。我把音量关掉，把手机放回骨灰盒旁边，回到房间，我把遗像框擦得干干净净。
夜里2点，我还在打印店门口等开门，想把黄牛的聊天截图和加急纸条的照片打印出来，每页都打上时间水印，留存好证据。第二天早上8点40，我在社保中心门口下车，后备箱里放着一套移动遗像台。老孙跟着来了，他穿着殡仪馆的黑西装，手里拎着一份火化证明复印件。你要是被他们赶出来，我就当证人帮你作证。我刚把遗像架起来，门口的保安就立刻跑了过来。干什么的？这里不许摆这种东西。他们窗口要求死者本人刷脸才能办业务，本人不在了，我只能带遗像来配合。我们不烧纸，不点香，就放一会儿。你要拦我，麻烦你写个单子，注明社保中心不让办理丧葬补助业务。你别胡来啊！我不胡来，我只是配合他们的规定。你让负责人出来，咱们当面看看规定到底是怎么写的。进大厅前，老孙把我拉住，低声叮嘱：你千万别摆香炉，不点香，别让他们抓着你把柄。我就放2杯水，谁口渴了自己倒。我们刚推过安检门，前台小姑娘就立刻站了起来。先生，你这样做不合适。我不合适，那窗口让死者本人刷脸办理业务就合适吗？他愣住了，随即压低了声音：我只是打工的，说了不算。我也是普通办事的，你帮我一个忙，把你们中心投诉电话的牌子排清楚，别到时候我想投诉都找不到地方。他看了眼周围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掏出手机拍了一张发给了我。你别说，是我拍的。我忽然想起昨晚殡仪馆发来的那张收费清单，告别厅使用费、火化费、骨灰盒费用，每一项都写着明确的数字。父亲那点抚恤金原本就是为了补上这些费用。我把清单也塞进文件袋，准备等会儿一起摊出来。我们推着小推车往里走，轮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，大厅里的人全都抬头看了过来。这啥情况啊？这不是遗像吗？怎么推到社保大厅来了？别回头，往前走。我去取了号码是 A017， 叫号屏还在不停跳动。旁边一对夫妻抱着孩子，孩子哭得厉害，女人在一旁轻声哄着：别闹，宝贝，等会儿就轮到咱们办业务了。轮到我办理业务时，我把遗像台推到3号窗口前，遗像正对着窗口上方的刷脸摄像头。我把父亲的社保卡放在玻璃上，又把死亡证明平铺好。周娟抬头看到遗像的那一瞬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你干什么？你把这东西赶紧拿走！我把手机掏出来，打开录音回放，小音箱里放大了他昨天的声音。系统显示在世，本人来刷脸，死亡证明不认，规定就是规定。周娟手忙脚乱的去按呼叫铃。保安，保安，快过来！你要刷脸，现在就刷。你昨天说机器认脸不认纸，那就让机器试试。这是照片，你这是寻衅滋事！你别给我扣帽子。我把黄牛的聊天截图贴在玻璃上。你昨天推给我的加急纸条，我也带来了。你告诉我，这算什么？他伸手想去扯那张截图，我立刻把手压了上去。别碰，你敢扯一下，我就说你销毁证据。大厅里的人开始围了过来，叫号声还在响，可没人再看屏幕了。兄弟，你这是遇到啥事儿了？他说办理业务要本人刷脸，本人不在了。我按他说的带了遗像来，他还暗地里推黄牛加急代办，要收5000块钱。那对抱孩子的夫妻站到了旁边，男人皱着眉。我上个月来办业务也被劝退了，说系统慢要等，原来还能加急啊！你们这也太黑了吧，明摆着捞钱。你关掉录音，你这是偷拍视频，是违法的。大厅是公共区域，你们自己的监控也在拍。你要是觉得这是偷拍，你让你们主任当众说清楚。我报警，我现在就报警。你报，正好把警察叫来，让警察听听是谁逼着办事群众找黄牛的。旁边有人开始起哄，大厅里的议论声越来越大。这也太离谱了，拿着规定当借口捞钱。我爸去年去世，我来办补助跑了4趟，每次都让刷脸，我还以为是我不懂流程，原来都是套路。大堂主任冲了出来，身材微胖，西装扣得紧紧的，胸牌上赫然写着蒋主任。他先瞥了一眼遗像，又扫过围观群众手里举着的手机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谁让你把灵堂搬进来的？你们窗口说系统显示我父亲在世，必须本人刷脸才能办理业务，现在本人来不了，我按你们的要求做了，你给个明确说法。你先把东西撤了，咱们去会议室单独谈。我不谈，我只来办业务。你要谈就拿流程文件出来，盖章写明死亡证明不算数，办理丧葬补助必须死者本人刷脸，你敢写吗？你别逼我。我没逼你，是你们逼我的。昨天我拿着死亡证明坐在这儿，他一句回去想办法把人带来，就把我打发了。我现在按他的话来了，你们又说我闹事儿。主任，他威胁我，他要曝光我。我抬手按了一下音箱，把昨天的录音又播放了一遍，大家再听听。机器认脸不认纸，规定就是规定。你怎么回事？这种话你也敢说？我是按规定办事啊。对，按规定。那你就把规定拿出来给大家看看。蒋主任掏出手机走到一边，
背对着人群，压低声音打电话，语气里满是压抑的慌乱。领导，出事了！有人在大厅摆遗像闹事儿，对，就是刷脸的事儿。好多人在拍视频，还有黄牛的截图都被他拿出来了。蒋主任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无奈地走回来，压着火气对我说话：“你要多少钱？你说个数，我马上给你解决。”你把我当来讨钱的？我是来领我父亲依法该领的丧葬补助和抚恤金。那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就想听你们把话说清楚。为什么死亡证明不认？为什么非要死者刷脸？为什么窗口要给办事群众推黄牛？你一句一句说给大家听。别逼我在这儿说。你不说，我就一直放录音。你说了，我就关掉。你这是要我丢饭碗？你们让办事群众跑半年，跑4趟，耽误人家工作生活，人家就不丢饭碗。之前控诉的大妈立刻接了话。就是我儿媳妇怀孕那会儿，就在这儿被你们主任训，说不懂就回家学学。你训谁呢？我们来办事不是来受气的。阿姨，你别添乱。我添乱，你们添的乱多了去了。多少人被你们一句系统规定就打发了。蒋主任的语气终于软了下来，态度也缓和了几分。你先把遗像撤了，我让周娟当众给你道歉，今天就把你的业务办好，行不行？道歉让他道，业务你让谁办？还是他？换人，马上换人办。换人可以，再加一条，你把那张加急纸条的来源当众说明白，你不说明，我就不撤遗像。这样，你先撤了遗像。你父亲的业务我亲自督办，走人工通道，下午款项就到账。你把手机里的视频删了，大家都体面点。体面是谁的体面？是你们拿规定当挡箭牌，退黄牛捞钱的体面，还是我们办事群众奔波受累的体面？蒋主任的脸一下僵住，说不出话来。我把黄牛的微信聊天页面点开，递到他面前。对方说：“你给我，我给里面加急5000起。”这里的里面是谁？你说清楚。你别乱扣屎盘子。不是我扣，是你们自己递给我的。纸条是你们窗口常用的打印纸，微信号是你们窗口工作人员给的。你要说这跟你们没关系，那就让纪检来查。你现在站这儿说一句，你欢迎纪检来查。蒋主任喉结动了动，半天没出声。这时候，人群角落里有人喊了一声，立刻有人附和：“我们也等着办事呢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对，别让他撤了，他一撤，你们又该拖着我们了。”我从袋子里拿出2包纸巾，递给旁边抱孩子的女人，擦擦孩子鼻涕。你这事我给你作证，他们确实太过分了。蒋主任的脸越发难看，站在原地手足无措。警察来了，2位年长的民警先看了一眼遗像，眉头皱得很深。谁报的警？同志，这人扰乱公共秩序，把遗像搬进大厅，影响大家办事。你怎么回事？跟我说说。窗口工作人员说办理业务必须本人刷脸，我父亲已经去世，我反复问了3遍，他都确认必须本人来。今天我按他的话带了遗像过来，我没堵通道，没吵架，号也是按流程去的。这是死亡证明，单位报停回执，黄牛聊天截图，还有昨天的录音文字版。他真这么说？其系统显示他父亲在世，我是按流程办事的。别急着辩解，你们这里有没有关于丧葬补助办理的书面规定？拿出来我看看。这是系统内部流程，没有单独的书面规定。系统流程也得能解释清楚，不能一句系统就打发人。现在这么多人拍视频，你们自己想想后果。我们能做的是维持现场秩序，业务纠纷你们内部必须尽快解决。还有，这人真能一天加急办好业务？是你们中心外包的代办吗？不，我们不认识这个人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你不认识，为什么窗口工作人员会给家属递纸条？你别跟我说纸条是家属自己写的。蒋主任张嘴想说什么，却被老民警打断了。你要解释，去跟你们领导解释。我们在这儿站着不动一下不动人，你们快点把业务办好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另一个年轻警察站到旁边，开始疏散围观的人群，嘴里还小声嘟囔着。老民警让我和蒋主任各退半步，然后转向围观的群众。你们都别围太近，留条通道出来，方便其他人办事。要办理业务的群众照常排队，别受影响。照常办，我们就是在这儿被照常劝退的。我排了2小时队，你们窗口说系统崩了。我们一直都能办，是他。别推卸责任，你们把办理流程说清楚，别一句系统就完事了。大家都不是傻子。我从袋子里掏出矿泉水，递给刚才的老头1瓶，说：“先喝口水，别着急。你要是愿意，待会儿督察来了，你把你遇到的情况跟督察说一遍。”我就想听个明白，
他们到底是按流程办事，还是故意刁难人？我媳妇产检的时候也被他们窗口卡过，说必须本人签字。我媳妇都快生了，来回跑多危险！我现在一听规定俩字我就火大。别扯别的，先把眼前这事儿讲清楚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羽绒服的年轻姑娘挤了进来。警官您好，我是本地民生栏目马上办的记者赵兰，请问这种情况你们通常会怎么处理？我们负责维护现场秩序，不替任何一方定规定，但规定要是荒唐，就得有人来改。你们可以拍，可以报道，只要别添乱就行。蒋主任看到记者，眼皮猛地一跳，脸色更白了。谁让你进来的？这里不允许采访。网友在现场直播，我们看到定位赶过来的，还有很多网友使我们说你们社保中心要求死者本人刷脸办理业务，我们过来核实情况。周娟直接瘫坐回椅子里，双手捂着脸，浑身发抖。这位先生，你当初怎么想到把遗像带来社保大厅的？窗口工作人员说必须本人刷脸才能办业务，我父亲不在，我只能按他说的做，而且他还暗地里给我推黄牛，说加急要5000块。周女士，你回应一下，你们中心是不是存在加急收费的情况？窗口给办事群众推荐黄牛，是不是你们的潜规则？周娟低着头不回答，手指抖得厉害，键盘被她敲得乱七八糟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镜头现在给到3号窗口，窗口上方就是刷脸摄像头，玻璃上压着的是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，旁边贴的是黄牛聊天截图。目前社保中心方面拒绝回应所有问题，现场情况还在僵持中。10点15分，社保中心门口又进来3个人，都穿着深色夹克，胸前别着工作证，神情严肃。为首的那人没看蒋主任，先看了一眼窗口的电脑屏幕，又扫了扫墙上的投诉电话，最后开口问话：谁是这里的负责人？我是大厅负责人蒋 XX。 为首的督察亮出工作证，语气冰冷：是人社局督察组的，接到群众投诉，说你们窗口要求死者本人刷脸办理丧葬补助，还疑似向群众推荐黄牛代办。大厅里一下变得鸦雀无声，但没人敢再去窗口办理业务。有个老太太拎着塑料袋，袋子里露着2根葱。她本来是来办养老金转移的，站在人群里看了一会儿。阿姨，先喝口水，别站累了。小伙子，你这样闹会不会被抓呀？我没闹，我只是按他们窗口的要求办业务而已。那就对了，人死了还得刷脸，这事儿谁听了都觉得荒唐，谁听了不怕呀？记者，你拍我！我跟你说，我上个月来办工伤补助，他们也说系统慢，让我回去等消息。我回去1天工都耽误了，损失多少钱？大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？后续我们可能需要再联系你核实情况。男人报了自己的名字，拿起赵兰递过来的登记纸，用笔在上面写电话，满是压抑的愤怒。你们别被他带节奏，这都是误会。闭嘴！你现在多说一句，后面就多一条记录，对你没好处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是基层窗口工作人员理解偏差，不是故意刁难群众。他说的是真的，是你理解偏差。系统显示他父亲在世，我按流程办事，我没收过钱，真的没收过。流程写在哪儿？给我看系统操作指引，你现在就点开。里面有，我不太会找。督察组长绕进柜台，直接坐到周娟旁边，拿起鼠标点开了系统日志。他一言不发，只是快速翻动着日志记录。翻到昨天我办理业务的记录时，他停住了，指着一行备注，看向周娟。你在备注里写，申请人情绪激动，已劝退。你劝退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他资料不全，无法办理。你昨天根本就没仔细看资料，随手就推回来了。你说我资料不全，但没说缺哪一样。你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句话，必须本人刷脸。还有，你给我推的加急纸条，我也带来了。这张纸条是谁写的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写的。那这纸从哪儿来的？这是你们窗口打印机打的字，纸上还有你们社保中心的水印。你别跟我说是社会人员自己搞到你们的专用打印纸，还精准打印了加急字样，可能是家属自己。你也别急着替他辩解，系统里有操作账号记录，窗口里谁在岗，谁负责办理这笔业务，一目了然。把昨天柜台的监控调出来，再查一下周娟这个窗口近3个月的同类业务记录，看看有没有类似刷脸劝退的情况。调监控要走流程，需要审批。现在就调流程，我来给你签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监控调出来的那一刻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你这叫按流程办事，你这是耍横，是故意刁难群众。周娟是新来的，业务不熟，一时犯了糊涂。新来的能独立写业务备注，能随意劝退办事群众，能精准的给群众推黄牛纸条，还能说出回去想办法把人带来这种荒唐话。我就是怕担责任，我没想刁难他。
你怕担责任，就把责任推给一个已经去世的人。你知道这句话播出去会让多少群众寒心吗？你知道有多少人家属遇到过和他一样的情况吗？别拍我，别播！查，仔细查他这个窗口，近3个月的所有同类业务，一个都别漏。同事拿着平板快速操作，半分钟后抬头看向督察组长。组长，有发现，近3个月内同类业务共有17笔，备注里多次写着家属不配合、资料不全，还有2笔后续显示改为已撤诉。撤诉？我父亲的业务根本没办理，何来撤诉一说？周娟猛地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立刻低下头，眼神躲闪，不敢直视任何人。谁让你写撤诉的？家属本人来办理的撤诉手续吗？有没有家属的签字确认？周娟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只是肩膀不停地发抖。可能是系统自动生成的备注，不是人为填写的。系统自动生成的备注会绑定具体的操作人账号吗？你当我没见过系统日志？大家看清楚，操作人账号周娟，旁边还有一条主管复核记录。蒋主任的脸一下变得惨白，双腿一软，差点瘫倒在地，扶着柜台才勉强站稳。周娟的手指死死扣着桌沿，指甲上的水攥掉了一颗，滚到地上，哒的一声，在寂静的大厅里响得格外清楚。11点整，中心主任到了，姓邱，头发梳得整齐，进门先对着遗像鞠了一下。对不起，家属的事我们处理得太差，我马上启动人工核销。今天把款走完，恢复大厅秩序。昨天为什么不走人工核销？谁负责的？这是系统。别推，大厅负责人就是第一责任人。还有撤诉记录，先别急着结案。那个主管复核账号是蒋某的。蒋，你说清楚。对方说5000起，我给里面。这里的里面是谁？你说清楚。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？为什么同一个微信号在你们大厅口等着？我们已经拍到了。摄像师把镜头一转，大厅门口那个穿皮夹克的男人还在，见镜头扫向他，立刻转身就走。你跑什么？我来办事的。以号呢？男人摸了半天也没摸出号纸。把他信息登记下来，查他在这里的出入记录。我就是帮朋友问问。你们这是把社保大厅当交易场。我没收钱，纸条不是我写的，是蒋主任让我递的。他说你别跟家属磨急了就给纸条，省事。大厅里一片吸气声，众人哗然。你胡说八道，你甩锅给我。你在微信群里说的，你说别让他们懂流程，懂了就不好拖。什么群？周娟手抖着掏手机，屏幕锁了3次才解开。她点开一个群聊，群名大厅业务交流。群里一条置顶消息写着：遇到死亡未销户类业务，先劝退，避免风险。家属闹的，交给主任处理。下面还有一句：加急渠道私了。往上翻，把所有相关记录都调出来。你们还有这种绩效考核，用来打压办事家属？我们单位没有这种考核。那这扣星是哪来的？你们内部的考核表格？主任让我们每天上报难缠名单，名单上的人一来先劝退，劝不退就叫保安。所以我上次来，你们一看我身份证就说系统崩了，是不是我也在难缠名单上？周娟没敢看他，低下了头。把难缠名单调出来，一并封存。那是工作需要，他们来就骂人，就拍视频，我们怎么办？你们怎么办？按规定办，按不了规定就别做窗口。你们中心还有加急渠道，谁建的群，谁置顶的消息。蒋主任想扑过去夺周娟的手机，被老民警伸手挡住。你再动一下试试。蒋，你先别解释，你跟督察走，现在起你停职接受调查。把蒋某带去谈话，封存系统日志、群聊记录、监控备份，外包安保。配合执行。2名工作人员上前，蒋主任还在试图辩解：我是在维护秩序，我怕出事。你维护的是你那点省事的私心，出事了你就推给家属。蒋主任被带走时，周娟瘫坐在椅子上，嘴里一直重复着同一句话：我就是照他说的做，我怕背锅，我不想丢工作。你怕丢工作，就让别人跑半年腿。别人家里刚办完丧事，你一句刷脸就把人撵走。我错了。邱主任把我请到旁边窗口，亲自登录系统，填表、核销、点确认，全程对着镜头操作。死亡销户本来就有绿色通道，资料齐全的话，当天就能办。昨天的事属于窗口不作为，我们向家属道歉。那为什么系统还显示我父亲在世？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单位报停信息没同步，正常情况下1-2天就能同步；第二，有人故意不点确认拖着不办；第三，有人拿着家属的急难去换钱。邱主任没反驳，只继续点鼠标操作。我的手机响了一下，是短信提示抚恤金到账，又响一下丧葬补助到账，再响一下个人账户结余清算到账。到账了。到账了。他真给办了，原来真的能当天办。人群里立刻响起一片骂声。
那我上次为什么要跑3趟？我爸那笔补助拖了2个月。这是书面说明，写明昨日劝退属违规操作。我们从今天起开放家属专席，所有窗口不得以刷脸为由拒办相关业务。我接过告知书，没说谢谢，只把它放到遗像台前。爸，钱到了，你那张卡没被人扣住。有被窗口劝退过的群众留下联系方式和业务类型，我们统一复核处理。我上个月那笔生育津贴拖了20天，今天必须登记上。你爸账户结余多不多？没多少，他一辈子省吃俭用，账户里也就几千块。你父亲最近有没有人用他的身份做过认证，比如医院、药店刷卡或者别的场景？他住院那阵，社保卡一直在我这儿，没人能用。把他账户近3个月的生存认证记录拉出来，看看有没有异常点。有一笔记录，3天前在外地做过1次人脸核验。外地？我这3天都在殡仪馆处理我爸的后事，根本不可能去外地。周娟听到这句，哭声突然停住，抬头看了一眼，又立刻低了下去，眼神躲闪。谁操作的？是窗口帮他做的，还是有人拿着照片做的？这 IP 是我们社保中心的内网。大厅里一下炸开锅，众人议论纷纷。所以他系统显示在世，不是没同步，是有人故意把它刷成在世的。这就不是服务态度问题了，这是违规操作。邱主任，马上联系纪检和网安部门，封存这台机器的授权记录。我立刻办。不是我没动过这个操作。你窗口在岗，你说不是你，那就是你的账号被人盗用，或者你把密码给了别人，你自己选一个解释。下午3点，社保中心大厅挂出一张白底黑字的通告，清晰写着：死亡销户、丧葬补助、抚恤金资料齐全即办，不得以刷脸为由劝退，严禁推介加机渠道与任何收费代办、举报电话。赵兰的镜头扫过通告，手机弹幕飞速滚动，终于有人治他们了。我爸去年跑了3趟才办成，加急就是黄牛，早该查了。经核查，蒋某涉嫌违规操作，即日起停职接受调查。周娟工作失职，调离窗口岗位，按规定给予处分。涉事黄牛已移交公安部门核查，所有撤诉记录全部复核，违规问题同步转交纪检部门。